中共政局正在释放一连串反常信号。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不再姓习，习近平的名字竟然被天津地方新闻压下去。更惊人的是，他在军中的3任大秘全都出事，秦生祥失踪，万永祥缺席，连最贴身的钟少军如今都要靠外国政府帮忙官宣露面。这些细节拼在一起意味着什么？是偶然的巧合，还是一场针对习近平的有序边缘化？观众朋友好，这里是大时局，我是袁成。重磅：习近平跌出人日头条。中共政局的变化在北戴河会议后开始逐渐浮出水面，尤其是在党媒上呈现的趋势越来越清晰，那就是中共党魁习近平正在被降级。8月23号，人民日报的头版排出了逆天的头条，是关于天津城市治理的一条新闻。如果这天的新闻没有习近平也还正常，关键是有习的报道，那就是习近平即将出席上合峰会的消息，竟然作为第2条被排在天津城市治理的后面。这是什么概念？在中共体制里，人民日报头版排序是最直接的政治晴雨表。过去10多年，习的名字几乎牢牢占据头版头条，甚至整个头版。特别是在党的重大活动或者国际会议前夕，党媒一定要用习核心来定调。而这一次，习近平的报道被天津地方治理压下去，这种降格在以往极其罕见。然而，这并不是孤立的现象。从今年7月26号开始，习近平最后一次有照片出现在人民日报头版之后，他的露面就明显减少。有观点认为，习的个人地位似乎正在被集体化处理，从头版接习慢慢转变成习只是其中之一。与此同时，习近平最近的西藏之行，中共党媒的处理也充满异常。按照过去的惯例，像所谓的西藏自治区成立这样的纪念活动，通常是由中共全国政协主席这个层级带队，比如50周年是俞正声，40周年是贾庆林，30周年则是吴邦国。但这次习近平亲自到场，理论上规格是最高的。可奇怪的是，在官媒的报道里，他却像个陪衬。21号，新华社的报道中写的是，习近平率中央代表团抵达西藏，但第2天也突然改口，特别强调代表团团长是王沪宁，这就让人一头雾水。难道昨天说错了吗？还是今天刻意要把王沪宁抬到前台？此外，习近平在现场也不是主角，整个庆典的发言、流程安排全都围绕王沪宁。更怪的是，庆典上出现了王沪宁向西藏赠送习近平题词贺匾的场景。大家想想，贺匾是习题的字，照理应由就在现场的习本人亲手交出，这是最高领导人亲民的重要表演环节，但却是王沪宁代为赠送，而近在咫尺的习近平却不发一语，是不是显得画蛇添足？不只是庆典，后续接见西藏官员和僧侣时，央视报道画面上习近平也是不发一语，完全没有讲话。新华社最初的快讯稿只是写他做了重要讲话，却没有内容，直到7、8个小时后，才在后续报道里补上讲话摘要。按惯例，中共党媒在报道前就会拿到习的讲话稿，提前做好准备，事件一发生就会快速做出响应的报道。而这次西藏行的报道处理，很明显，讲话内容是临时补充上去的，这说明一开始根本没准备好习近平的讲稿。再看电视新闻的处理，更是细思极恐。央视报道习近平接见了多组代表，但习近平的镜头只有一处，达到了6秒，其他都是2到3秒的短切。曾经在中共央视工作的制片人李军表示，按惯例，领导人画面必须是6秒以上的长镜头，以突出核心。那么短切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长镜头里可能暴露不稳、身体异常或表情不自然。这是电视剪辑常用的掩盖技巧，选择性拼接最稳的2秒。即使只有2秒，外界也注意到习近平的腿疾看起来比过去更严重了，走路时一跛一跛的，非常缓慢，显得很小心，而且全场表情僵硬。更耐人寻味的是，他在西藏只停留了短短24小时，没有公开发声，几乎是匆匆一线就飞回北京。换句话说，这场破例的最高格西藏行，从党媒的处理上看，习近平并不是主角，反而像是临时被硬塞进流程里，
拖着病殃殃的身子露个面而已。如果把人民日报对习近平报道的降格、党媒报道的异常这些细节串起来，我们看到的是，显然是一种权力被稀释的信号，似乎意味着习本人已经被边缘化。三任大秘全出事，习近平军中耳目尽失。如果说人民日报的降格以及西藏之行的边缘化已经让人觉得不寻常，那么军队环节的细节更是让外界高度关注。习这次西藏行还视察了驻地部队，按照惯例，中共军委主席外出考察或接见部队，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必须全程陪同，就像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要陪同习近平出访一样。军委主席出席，只有极特殊情况，军办主任才不陪同。然而，在习近平8月20号接见驻拉萨部队上校以上军官时，画面显示随行的只有军办副主任邱阳，完全看不到主任万永祥的身影。万永祥的缺席似乎印证了此前已被调离，甚至已经出事了的传闻。要知道，军办主任的位置相当于军中的大内主管，是习近平在军中的眼睛和耳朵。这个角色一旦缺位，习近平就失去了最直接的情报与指挥渠道。而更耐人寻味的是，这并不是孤立现象。从秦生祥到钟绍军，再到万永祥，习近平上台以来的3任军委办公厅主任，如今无一例外都消失在中国媒体上。习近平在2012年底接掌军委后，第一个重用的就是秦生祥，把他推上军办主任的位置，成为习军中的大总管。之后，秦又历任中共海军政委军改办主任，是习最倚重的亲信之一。然而去年10月就有消息传出，秦生祥已被带走调查，今年7月相关传闻再度被翻炒，至今未见他公开露面。第二任是钟绍军，这位更是习大秘中的大秘，从浙江一路跟随习到中南海。然而2024年起，他就已经脱离实权核心，近1年多时间，国内对他的新职务只字不提，被认为已经遭到国内媒体封杀。第3任，也就是现任万永祥，万永祥接班钟绍军，按理说应该是习最倚重的眼线，但今年3月、4月起就传出他被免职，甚至被调往军事科学院担任副政委的消息。这次西藏行，万永祥再次缺席，无疑给这些传闻加上了重重的注脚。从这条时间线来看，短短数年，习近平在军中最核心的3任大秘，不是被抓，就是被边缘化，或者直接缺席。这样的全军覆没，在中共军史上极为罕见，眼线和耳目接连失灵。这对习近平而言，意味着他在军中的触角正在被连根拔起。这显然已不再是孤立的反腐清洗，清君侧的意味相当浓厚。钟绍军的另类现身与中共军委的真空。今年57岁的钟绍军是习近平在浙江、上海中央工作时期的长期贴身大秘，在习近平的上位过程中，可以说是立下了汗马功劳。通过对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的公关，帮习近平搞定了胡锦涛。自2002年开始，任浙江省组织部副部长的钟绍军就在习近平身边工作。2007年，习近平短暂主政上海时，钟绍军跟随前往，担任上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，经常陪同习近平出访。等到习近平出任政治局常委，钟绍军也随即进入中南海，在中办调研室担任政治组组长，成了习贴身随侍中的核心幕僚。2013年6月，习近平刚接掌军委不久，就直接把钟绍军空降到中央军委办公厅，出任副主任兼主席办公室主任，授予大校军衔。要知道，钟并非科班出身军人，却一步跨进军委中枢，这完全取决于习对他的信任。此后，钟绍军仕途一路攀升。2015年3月，出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，负责中共高层的安保。这个位置至关重要，不仅关系着习的身家性命和政治前途，也关系着其他中央领导人的身家性命和政治前途，凸显习对其忠诚度的信任和倚重。2016年，钟又晋升少将，次年接任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，2019年再升中将。有人甚至形容钟绍军是军中的小蔡奇，习在军事事务上的代理人。他不只是传话的秘书，更是习近平在军中的眼睛和耳朵。可以说，习近平前10年对军队的掌控，很大程度上要靠钟绍军来维系。但到了2024年，
这位炙手可热的心腹却突然被边缘化。据港媒透露，去年4月起，钟绍军就已经悄然卸任军委办公厅主任，调任国防大学政委。相比军办主任这个实权要职，国防大学政委更多只是荣誉性岗位，属于退居2线。更尴尬的是，直到1年多后的今天，百度百科上钟绍军的职务仍然写着是军办主任，显示他早在1年前就遭到国内媒体的封杀与隐身处理。正因为这种全网晋升，当钟绍军的名字再度出现在公众视野时，来源竟然不是中共官方，而是新加坡国防部。8月19号，新加坡国防部在脸书上贴出了常任秘书陈庆基访京的新闻稿。他会见的中方官员，除了国防部长董军、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徐启灵、军事科学院院长杨学军外，还赫然包括国防大学政委钟绍军。而在中共国内，对钟绍军的处理却异常诡秘。国防部新闻稿中共只字未提他的名字，只说了中共国防部长董军。而在微博上，有账号发出了陈庆基与董军、徐启林、杨学军的合影，但独独没有钟绍军。更诡异的是，在微博上搜索钟绍军的名字，直接显示抱歉，未找到相关结果，而其他将领如徐启林、杨学军却能正常显示。这显然已经不是单纯的冷处理，而是全网封杀。而钟绍军露面的照片更加剧了外界的猜测，他几乎是半躺在沙发上，挺着肚子，毫无军容，姿态散漫，被形容为坐没坐相，站没站相。在中共的政治语境里，这样的画面极不寻常，几乎就是一种破罐子破摔的信号。网络评论更直白，这是彻底摆烂的姿势，他自己也清楚仕途已到终点。不过，也有观点认为，你看钟绍军那坐姿，完全不像一般随从，反倒是准备当主角的样子，这是不是意味着他很可能快要进军委了？观众朋友，您觉得这张照片传递出的是什么信号呢？如果您认同是摆烂，可以在评论区写个1；如果您认为他的仕途还会进一步上升，请打个2。习3任军委主席的现况背后折射出的是整个中央军委的真空化，因为中办主任本来就是习近平直接控军的关键节点，如今一个被边缘化到国防大学，一个又缺席西藏行动，等于习近平在军中的大总管位置出现了断层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近期大大小小的军演调动，又究竟是哪些人在折腾？如果中央军委办公厅失去正常运作，军委这个最高指挥机构本身恐怕早已不再牢牢掌握在习一人之手。这种局面正是外界盛传习已经失去军权的背景所在。换句话说，即便习名义上还是军委主席，但军中要害的耳目和触角早已被切断。当这些异常积累到临界点，就算习近平还能在阅兵场上露面挥手，很多人也只会把那看成舞台效果，而不再相信代表实权。这里是大时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